来吧，新玩具魔方放大版的吵闹来了，混天豹这回也放到了 MP 的身高。整体来说嘛，现在虽然是一个试制阶段的样板，但是基本上也差不太多了。我估计也就是包装一下了。身上的用料材质全部换成了 ABS， 不会像是之前的小比例尼龙的了。之前的尼龙也是因为零件过于小了，它为了保证零件的一个安全程度，在变形的时候不容易损坏嘛，大了就没有这些需求了，而且大了的这个板件厚度是有的。合体的大腿配件其实不太一样的是，这一块变成了个一体变形的，而且是可以折叠的。所以我想将来以后它拼成那个所谓的基地形态的时候，应该也有不同的方式吧。这个里边的插扣第一次扣还挺紧的，左右脚踝的接地是齿轮关节，很硬。前方的脚尖双段关节这里也是齿轮的。玩具本体，我们先从人形看起啊。说实话，基本上变形的逻辑和原先的小比例是差不多的，但是增加了一些细节的改动之后，让这款的人形会更加的饱满一些。在小比例上边没有空间做的一些零件遮盖，这回也都能填起来了。武器先摘下来，身材比例方面看着很舒服，而且终于不是尼龙料子，这个 ABS 的光泽感，对着光看一下这种发色的感觉。就很润，而且吧，因为不是尼龙件了，所以身上的飞边和水口控制的方面做的也是很好的。这回改动最大的，其实要说腿部这些地方啊，你看这一块盖的会很严实，这里多专门做了一条零件，小腿内侧这里也是非常饱满的，这里加了一个油箱，做成了脚后跟，让腿部360度旋转，看起来就不会暴露任何的问题了。头雕依旧还原度还是挺高的，魔方那套小的脑袋做的就不错啊，这一回大的放大了以后，配色包括一些倒角过渡、圆润的效果，看起来就更舒服了一些。同时，肩部两侧的这个面板也增加了燕尾锁，来让这块面板切得更加平整，所以密合的缝隙相当的不错了。整个的身材，手指这一块因为放大了嘛，可以改成全指可动手。不过这个手的零件应该是用了尼龙的材质，摸起来的手感是和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的，也是因为零件过于纤细了嘛。肩关节平举，这里改为了齿轮关节，增加强度。360度旋转倒是没有齿轮啊。原先在小比例的版本，肩膀这里是一个前后推拉的滑道，现在改成了 Z 字折叠的双关节来调整这一块的位置。腰部依旧有活动范围，弯腰这里还是祖传的 Z 字折叠，胯部这里前踢也是跟着前裙甲一起往前折，而且这里边加了一个齿轮，侧踢改成了齿轮关节，定位感也还不错吧，倒是虚位什么的不太严重。膝盖改为了齿轮关节，两段的活动范围还是挺大的。脚踝依旧是整脚面的接地，不过这个因为是设计根源的问题啊，为了保证这一块履带的完整，它打开以后这边是半个空脚。不过这回新加了一个脚后跟，变成了油箱的部分，在坦克上边也有一个不错的展示。所以这一次的吵闹放大了之后，增加了更多的细节，更换了材质，整体看起来真的高级了很多呀！再也不是尼龙那个乌突突的味道了。那我们也是直接开始来变形吧。首先把拳头都攥起来，这回不仅是一个全指可动手，手腕这一段关节还可以来回的活动，同时能左右的旋转。另外就是在变形的过程中，这个地方的变形和原先不太一样了，改成了一个盖板，把拳头转进去。原先是整个手臂连同这个盖板折下来再往里翻，一点细小的改动，然后旋转180度，缩起来。可以看到这回里边加了小的轮子，这坦克终于可以推车了。接着肩膀，根据这个双段关节，也可以把它当成蝴蝶肩的一个活动范围啊，往前折叠，收起来。接着我们把腰部拉出来，旋转个180度，折下来。可以先把腿部解放过来，腿部变形依旧顺着里边打开上方的这块方块位置。根部有一些滑道，就是这一回啊，
换成了这个 ABS 材质啊，它一些卡扣咬的就会比尼龙紧很多，有一些卡扣会做的特别的假，尤其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可能会不太舒服。脚尖依旧是两段折叠卷起来，然后我们把后边脚后跟的这个油箱通过这双关节拉出来。这一回根部连接的杆子还是用的尼龙材质，也是为了增加强度。往后折叠，这里会出现一个小的新插点，把这个油箱固定在这里，插满它。履带上方的这一条装甲拉起来，这是一个条，翻过来对折一下，挪到上方去，然后履带整个的拉开。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插扣啊，而且也是因为换了 ABS 以后会变得很紧。把这里打松，接着前方的这一块挪开了这个缝隙之后，整体的抠、撬，插得很紧的地方全部的卸开。这里边也是一个关键点，注意，同小比例一样，膝盖的两段关节啊，我们要往这个地方人形。双关节往后搓动，搓到底，这个是坦克的形态。这个时候，中间的这一条芯儿我们就可以打出来，上边这里折开，然后把履带旋转个180度。现在就是一个炸散的状态了，记得调整一下胯部的关节，把这一条多出来的装甲紧贴大腿的根部。这里边翻出来这一片装甲。再把脚踝旋转90度放进去，同时这里出现一个扣子，把它结合起来插住。膝盖内侧的这一片，一段折叠对折，第二段翻过来。以前这里是一个凸起的，顶在上边，这一回零件变大了，就可以把它折叠下去，贴在这个关节的内侧进行一个锁定，然后上方 Z 字压下来放平。好，侧面的这个我们就先变到这样的状态啊，这一条我们最后去锁，两边变成一样的状态，我们把中间的插扣都结合在一起，中间有一个非常粗壮的卡扣啊，把它捏紧，在中间这里。想要你的坦克最后变得漂亮，这一块必须得结合到位。下半身腿部收好，履带和装甲张开，来上半身。头部后方这里的两个燕尾锁解开，90度立起来，然后顺着左右拆开胸部，立起肩膀的关节，注意根部这里，这是个双关节啊，往开挪一点，向上提，撑开这个关节，放开。这个时候脖子往前，根部这里是一个滑道。延展开前方的两块装甲面板，背包的炮台有一段伸缩，拉起来，然后 Z 字折叠，拉开这条板，在滑道往上推，推上来以后，记得和前方这里搭住，放平。后边这里还有两个燕尾锁，跟小比例的一样，要同时进行扣下去。检查一下这两个扣子完全压平。接着我们把脑袋抬起来，然后往内卷贴，一定要保证这个脸是朝上的。接着根部这里有一个滑道往里推，推进去以后刚刚好把这一块挤平，再根据根部的双关节往上拉，提上来往回收，让胸部的3层变成2层夹起来。这个时候，前方的圆凸、腰部的横着插扣，4个地方全部咬住，夹紧，闭合。这里全部搞定之后，腰部 Z 字折叠的地方，双关节回归，接着就可以用侧面的这一条履带3个锁点的位置，把它们前后夹合起来，咬住。注意这一回根部的这个轴是3段的关节，挤一下。其实只要找到了卡扣的话，它那个轴的方向就自动闭进去了。夹，咬死，
哎，整个的坦克屁股闭合起来，翻到底盘来，履带向下滑动插合的时候，这里边有卡扣，同时前方和履带结合处有一个燕尾的插槽，把这里拽住它，锁下去，压。因为是尼龙料子换成了 ABS 啊，阻尼感有着很明显的提升，所以插进去以后这一块非常的紧。你从坦克形态拆成人形的时候，这一块掰出来的时候也不太好往出拉。操作的体验上面可能难度有所上升，但是最后的完成效果，看看这些缝隙对的，横平竖直都是非常齐的。侧面的装甲片记得这里对折，打开，这里扣住。然后通过这一块设计了一个 Z 字的双段关节，根部的这根料子也是尼龙的材质，不用担心。往回填，正好把这个窟窿堵住了，再把前方这里的扣点结合。这个样子，坦克侧面的装甲就非常的平整了。在小比例的时代，侧面这个地方因为 Z 字折叠连杆的关系啊，它里边还是有一个凹槽的，所以让你在坦克形态下感觉这一块总觉得缺点啥，还是有所影响美观的。但这回放大了以后啊，零件也可以用得更多了。堵窟窿的这些眼儿重新的设计，哎，这一块我觉得改的挺好的，它就是一个同样的 Z 字折叠，但是这一块面板又完全的把这个窟窿盖了起来。最后炮管拉长，可以抬起来的时候不影响，滑道往下压，拿出小枪来，握把翻折进去，这里出现一个圆兜。卡在后方，这个地方也插得很紧啊。背炮往下折叠，握把翻折进去。那么好，魔方的这款大吵闹就变形完成了。可以在变形的过程中以及最后的完成效果来360度环视一下这个坦克。如果说小比例的那款吵闹是在有限的尺寸上边让两个形态更具坚固性的话，那大比例的这个自然放大到了 MP 的身高啊。它的完成度自然要上升一个档次了，很不错。坦克形态的这些装甲包裹的并没有很露怯的地方。原先屁股后边大家比较诟病的这一块会比较平整，这回又重新加了一个酒后跟，变成坦克形态呢，又变成了它后边的外挂油箱。头顶的两个大灯，这一回也用了透明零件压进去了，增加一些美观度。炮管左右旋转，上下也可以抬动。而且因为变形机构的伸缩，也可以模拟出来炮膛后坐力的这种感觉。下方增加了4个辅助导轮，所以这次的坦克其实是可以推车滚动的。但是我这个台面太滑了。哎，说起来，我人形状态下是不是忘了量身高了？漏了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参考的数据，反正是可以配 MP 的。坦克形态下，车型在到前边17.5公分左右，到炮口的最前端在20公分左右。车身宽度8厘米左右，那我们把它变成合体形态也是很简单的。后边这炮塔可以撅下来，上面的这个小枪可摘可不摘无所谓。我们把炮管缩短，旋转个180度，拧到这一侧来。这个时候两个油箱就要再拆开，翻到这下面，回归到人形脚后跟的位置，记得这个杆子要卷一下。这个插口才能对准，然后打开前方的盖板，这一块也是够紧的，翻开，掏出来大脚的配件，直接把它怼进去。后边这里折平，上边的2个方凸对应大腿上边的2个扣子，插满，哎，就很结实了。坦克形态背后的这个主炮，我们可以把它立起来。这里有一个小凸，顺着腿肚子后方的这个孔刚刚好插进去，算是有一个收纳的位置吧。其实说起来啊，大体的逻辑跟小比例的几乎差不多，但是放大了以后增加了这些细节，你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款放大魔改版，而且是魔方自己出的。
设计师自己理解自己的小比例上边束手束脚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到了大比例上边，它就可以释放出来，自己再进行一些改进。而且之前魔方自己有过成功的案例，魔方的 1.0 和 2.0 擎天柱都放大到了 MP 的身高啊。合体形态的这一条小腿差不多也在20公分左右了，所以啊，猜测一下，这一套合体全部完成，估计也是一个50公分左右的身高。所以呢，这一套我个人来说还是不太喜欢这种大量的配件穿插式的合体啊，毕竟这些配件在互动性上边玩法差了一些意思，可惜也是为了保证最后的安全稳定性，包括一体性啦、美型程度啦，还有一些关节的支撑力，还是碍于现在的技术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所以也是展望一下这一套混天豹最后合体起来的效果吧。不过我觉得如果混天豹能成功的话，它会不会把之前大家很喜欢的大力神也放大成 MP 的身高呢？到时候拭目以待吧。反正今年的第三方50公分大力神也有好多家啦。最后还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个尼龙和 ABS 的问题啊。尼龙确实对于把玩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它一些插扣的阻尼是很舒适的，再加上巫师这个玩尼龙的设计啊，它是玩的已经很熟练的，所以在一些尼龙本身绷不住的那些插扣的地方，它会用很多的维度锁扣来把它锁稳定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尼龙的发色效果不是那种光鲜亮丽的，它是那种哑光面乌突突的，而且上色不好上，你必须得烤漆烤上去。再加上注塑过程中尼龙的飞边水口也是大家由来已久的痛点。不过这一次 ABS 换完了以后，整个亮闪闪的这种质感真的非常高级，拿在手里边光滑润泽的感觉，你会觉得这一款的手感是那么的好，圆角的过渡没有什么太割手扎手的地方，再加上整个的一个 ABS 的摩擦力阻尼会非常的强啊，让你密合完了以后，每一个面每一个缝隙对得特别的齐整，这个对于强迫症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呢，也太紧了，因为板件够厚，卡扣过大，再加上燕尾锁，我觉得这个扣子应该是巫师最早设计服务于尼龙那个材质的。单向维度的插可能锁的不是很稳，所以用燕尾锁的强化固定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换成了 ABS 材质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上那种燕尾锁了，反而会变得特别的紧。所以这也是这一款不好的地方。那么各位看官，你们到底是喜欢尼龙那种玩具把玩出来的手感，还是喜欢 ABS 这种光鲜亮丽的感觉呢？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那么这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